我想我可能这个事情我可能会一直要带到余生都要去关注了。因为我这个看书比较多啊，所以好多时间好久已经不去那个发朋友圈呀、微信圈啊之类的，早都不发了也不看。但是为了他的事情呢，我是从前几日开始吧，就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每天呢发一个朋友圈，就是发不重复发内容，就是我在网上所有看到的啊，他的点点滴滴呢，我把它保存下来，然后每天发一个不一样的。不是为了让别人点赞，就是想让别人知道啊，我们新疆走出去这样的一个好青年，他捐款过，而且还支教过，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又有多少青年能做到这一点呢？尤其是独生女、独生子，都是在保护的情况下生长起来的，是吧？生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做到这一点。老师，我打断你一下，来，所有直播间的宝子们，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录屏，老师的心声一定是真的，老师懂他的一定是很多的，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时间。这老师讲的可以发一下的，对吧？这个没问题，谢谢你。你继续讲，老师。我打电话有一些电话其实打不通，还有2个是空号，但是能打通的呢打了。因为最近家里面事稍微有点多，我想家里面事都忙完以后呢，信访的信我是会写的。因为我在另外一个直播间就是有这个听的这个咱们的小老百姓就说是挺害怕，就是什么喝茶呀之类的，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不用怕，因为我曾经因为这个反对和抗议虐杀流浪狗和流浪猫的事情被约谈过，也被警告过。可是呢，我想说的是，在我给他们说了我的心声、我的看法之后，他们对我的态度，就是约谈的这个几个小时里面，后面他们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在现场完全改变了。因为高校里面他们的说法呢，当然就是说流浪狗啊这些会伤害到孩子呀，包括它很脏呀、有细菌啊等等等等啊。那我给他们说的是，我也不是爱狗人士，但是就从对待生命这件事情来上说，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尊重这些生命。而且我扯得远了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约谈也好，喝茶也好，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他们也是普通老百姓，只是有时候他们在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事情多呀、忙呀或者见得多呀，会比较麻木和比较这个心硬一些。当我们沟通的比较好，或者你表达的都是真情真心的时候，其实是能感动人的。尤其是我们传递的是一种善良。再说大一点，我就想说4个字：保家卫国。为了自己的小家庭，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如果说这么好的青年，你不去宣传，也不去保护，那我们的村长说的那一句“青年强则国强”，希望又在哪里呢？我就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包装起来去宣传的东西，还有这样的事实有说服力。如果很多的人都信仰崩塌了的时候，我觉得匹夫有责这句话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如果我们的背后没有正能量的支持，我想这个国家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一直就抱有希望。当然了，前提就是需要坚持，还有就是需要传递。我呢给他的以前的其他的任课老师都通了电话，我说你们记不记得这样一个毕业了的学生？很多老师说知道，但是他们都忙于日常的这些琐事，包括都要工作都要生活，所以他们都是感慨特别的心凉，特别悲痛，但是可能很少能去再有什么实际行动所以我说呢，我特别希望我们内地的包括外网的有正义感的同胞们，还是要继续为他发声。我想继续为他发声，第一是我们能够做到的，第二就是我们真的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前途，何错之有。我占用了大家的时间，好，谢谢大家。没事，老师您稍等一下，我还想你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所有的粉丝讲一讲他的那个为人，就是您对他的一些感受，不是感受，就是说在以前的一些过往，就关于他个人的为人的这方面的，可以吗？说实话因为时间很长了，对吧？他毕业时间很长了，更多的呢，我其实是回想不起来了。我仅仅想起来了他作业本上他写的那个名字的字体，我能想起来。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在批评他的时候，因为男孩子嘛，大家也知道，在初中的时候那是很调皮也很叛逆的阶段，所以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老师批评。我只想起来过这样的2个镜头。不过我在网上呢，曾经翻到他的一个好朋友，叫一个少数民族好朋友，可能大家也看到过吧，为他写了一首歌。你在听吗？就是给他写了一首歌，歌词里面就有这个词，就是说你在听吗？他在唱，我在唱，你在听吗？这个孩子就是照片上站在他旁边的那个少数民族孩子，就是他们俩是好朋友都是性格特别温和的孩子。真的，我给我周围的，昨天我还给没有教过他的一个年轻的老师，我还在说，我说呢，
我们从来很少有时间去追星呀，或者是关注这些啊。但是呢，我说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是教过的，再一个我说我看到的那些我不信谣，我也不知道其他发的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看到了他捐款的那个应该叫发票吧或者收据吧。我说我看到了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受，因为这总是事实吧。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就想问相关的部门，有几人能做到这样的？你不是说没有50万，你有你也不会去捐呀。但是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呀，普通的孩子呀，在北京没有房，甚至没有成家，没有立业，没有孩子，他还往外捐钱。我就真的是感觉到这其实是给自己的一种力量，这就是一种内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我觉得就能支持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说真的约我谈话，我就会问能做到这样的人有几个，而我们为这样的人发声何错之有？而且我没有说网上的都是正确的，但是你们能不能把正确的告诉我们？我说心里话，我还希望我去被约谈，我还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个孩子。我就说这么多吧，主播。好的，谢谢你。新疆有一个女孩子是一个，她经常在直播，但是今天我就没有看到她了，因为我每天都会翻这个直播，我也在留意有没有新疆的。刚才前面那位女士她说的也是心里话啊，就是新疆有新疆的特殊性，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另外一个呢，我说的话呢，咱们这个群里面的这个新疆的人不要生气啊，就是说我们新疆的信息也好，还有新疆的人的这个感知能力也好，还是要弱一些，远一些。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全国的同胞，还有我们出去了的同胞，能够为这件事呢发出正义之声。我其实看到内地还有这么多人在做直播，在为他，包括我也看到了浙江之声，就是为他发声的时候，我特别的激动，特别高兴，非常开心，因为我们的力量特别微薄，尤其我们不是说离得远啊，现在都是个地球村了，都有互联网，不是离得远，是我们长期的一些学习我想大家明白的。很多人可能应该说有心无力，希望大家能理解哈。